权力制约与监督的核心在于防止腐败，而腐败中最为普遍和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买官卖官现象。在某些地区，这一现象甚至形成了顺口溜：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评级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这些言语反映了地方官场的潜规则，也表达了民众对这种腐败现象的无奈。买官卖官这种现象在历史上频繁出现，给政权和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古代，官职不仅代表着权力和财富，更象征着社会地位。许多人认为，只要能够成为官员，就能拥有决定他人命运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往往被用来谋取私利。在某些朝代，买官卖官现象甚至成为一种公开的交易，这不仅破坏了官场的公平性，还让那些真正有才能、愿意为民服务的人被排挤在外。腐败的风气一旦蔓延，整个官僚体系便会逐渐失去清廉和正义的根基。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官位的吸引力更是难以抵挡。相比于经商，做官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官员可以通过手中的权力寻租，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商人虽然可以通过经商致富，但他们在社会地位上却往往不如官员。商人需要依附于官府，才能确保自己的生意顺利进行。于是，许多人选择放弃艰辛的经商之路，转而投身官场，甚至不惜斥巨资购买官职，以此换取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多的寻租机会。买官卖官的恶果是显而易见的，官场公平性被严重破坏。当官职成为商品，权力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公信力。官员的任命不再基于才干和德行，而是取决于金钱和关系，这直接导致了官场的腐败和无能。那些通过买官上位的人，往往更关注如何收回成本并谋取更多利益，而不是如何为民众服务。这种现象还会侵蚀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官员腐败，民众无所适从，社会的正义感逐渐丧失。人们不再相信公平竞争，而是认为金钱和关系才是成功的关键。这种扭曲的价值观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分化和不公，形成了恶性循环。那些没有权力和金钱的人，往往被边缘化，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机会，社会的流动性逐渐降低。最为致命的是，买官卖官现象往往会导致政权的动荡。当政权的稳定性建立在腐败的基础上，其倒台往往只是时间问题。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当腐败的官僚体系失去民心，社会矛盾加剧，政权便会面临内忧外患，甚至走向灭亡。官员的腐败不仅削弱了政权的统治力，也让国家失去了应对外敌和内部危机的能力。在一些经济相对贫困的地区，买官卖官的现象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普遍。与经济发达的地区不同，这些地方的官员并没有充足的经济资源可以攫取，公共财富有限，甚至连筹措购买官位的资金都成为了一种奢望。在这样的环境下，即便有人有心购买官位，也往往缺乏足够的动力和资本去实现这一目标。在这些地区，经济困窘不仅限制了买官卖官的行为，还使得官员们的寻租空间大幅缩减。公共资源的匮乏意味着，官员即便身处权力中心，也难以通过贪腐手段获得丰厚的回报。这种状况迫使官员不得不依靠自身的工资或地方财政来维持生计，官场的腐败行为因此受到一定的抑制。虽然这种现象并不意味着这些地区的官场绝对清廉，但至少在物质层面上，腐败的动力和空间被极大的削弱。然而，贫困地区的官场并非因此就能免于腐败。尽管买官卖官现象相对较少，但其他形式的腐败仍然可能存在。比如，一些官员可能会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向上级官员行贿或依靠裙带关系，
来获得职位上的晋升和更多的资源分配。在这些地区，腐败的形式可能更加隐蔽，更加依赖于人际关系网的运作，而非单纯的金钱交易。在一些地区，官员任期的随意性成为了买官卖官现象普遍的重要因素。理论上，官员的任期应当是固定的，有着明确的时间限制和规则。然而，现实中官员的任命与调动频繁，且常常不依照原定的任期，而是完全由上级的意愿决定。这种随意性不仅模糊了官员职位的稳定性，还给了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更大的操作空间，使得买官卖官的行为在这些地区愈加盛行。任期的不确定性使得官员们对自身位置的安全感大大降低。为了保住手中的权力，甚至获得更高的职位，他们不得不在上级面前表现出极大的忠诚。这种忠诚往往是以金钱和其他形式的贿赂为代价的。即使是那些原本不愿参与腐败的官员，在这种制度压力下，也不得不选择妥协，否则就可能面临被调离或降职的风险。在这个过程中，买官卖官的恶性循环不断加剧，腐败也因此变得更加普遍。在频繁的调任和人事变动中，许多官员为了获取更高的职位，不惜一切代价去攀附上级。他们在官位上的表现，并非出于为民服务的职责感，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这种动机扭曲了官员的工作态度，导致行政效率的低下和治理能力的削弱。许多原本应该被用于公共服务的资源，最终都流向了这些腐败的交易中，使得政府的整体运作陷入困境。更为严重的是，频繁的买官卖官不仅腐蚀了官员的道德，还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性。在这种环境下，真正有能力、有经验的人难以凭借自身实力获得应有的职位，而那些通过金钱买来的官位，则往往是毫无能力的官员在其位置上空占资源。这种现象使得整个社会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民众对官场的腐败现象逐渐麻木，甚至失去了改变现状的信心。当任期的随意性成为买官卖官的推手时，官员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愈发复杂。他们不再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夹杂了权力、金钱、利益等多重因素的交易关系。这种关系网络越复杂，腐败的蔓延速度就越快，最终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买官卖官的实质在于上下级官员之间的利益交换，这种行为不仅揭示了官场腐败的深层次问题，也对公众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在这种交易中，卖官者通过出售官位获取经济利益，而买官者则通过获得官位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然而，这种短视且自私的交易行为所带来的损害却远远超出了参与者自身的范围，最终侵蚀了公众的整体利益。从宏观层面看，买官卖官直接损害了社会的整体福祉。官员的主要职责是服务公众，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然而，当官员们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如何通过买官卖官来获得个人利益时，他们必然会忽视其真正的职责。这种情况导致政府部门的决策更加注重个人利益而非公共利益，政策的实施也可能受到贿赂和权力交易的影响，最终使得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大幅降低。社会的公平性和正义感被削弱，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社会的整体稳定性受到威胁。从微观层面看，买官卖官同样损害了公务人员的收入和职业道德。在这种交易中，买官者往往依靠个人财力获取官位，这使得原本应该通过能力和表现获得的职位和收入被金钱所替代。结果是，那些通过合法途径努力获得职位的公务人员被排挤在外，而通过非法手段获得职位的人员则可能在岗位上获得更高的待遇。这种现象不仅破坏了公务人员的公平竞争环境，也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职业道德和工作积极性。
在这种环境下，公务人员往往需要适应腐败的规则，逐渐放弃了原本应有的服务公众的初衷，转而陷入了利益交换的泥潭中。这种交易的恶性循环还会导致公务人员的收入分配不公，影响整个行政系统的正常运作。在买官卖官的过程中，原本应当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资源被腐败交易侵蚀，使得公众得不到应有的服务和支持。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这意味着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的质量下降，社会福利的水平降低，生活条件的改善也被拖延。这种情况无疑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使得弱势群体的生活更加困难，从而引发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买官卖官的行为破坏了公共管理系统的信誉和公正性。当官位可以通过金钱交易获得时，整个官场的运作变得不再透明和公平，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对官员的期望也随之降低。这种信任危机使得政府在处理社会问题时面临更多阻力，公众参与和支持政府工作的意愿也大打折扣，政府的有效性和执行力受到削弱，社会治理的质量和效果也因此受到影响。总的来说，买官卖官现象不仅是个人腐败的问题，更是整个制度性腐败的深刻体现。这种现象表明了当前制度中存在的根本性缺陷，官位交易的普遍存在，反映了官员选拔和任用过程中缺乏透明度与公正性，也揭示了利益交换在公共管理体系中的渗透程度。若要彻底遏制这一现象，恢复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必须采取系统性的改革措施。首先，严厉打击买官卖官的行为是遏制腐败的关键。需要通过加强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建立健全的监督机制，对涉及买官卖官的行为进行严肃查处。相关部门要加大对官员行为的监督力度，确保每一项任用和调动都能够接受公开的审查和监督。对腐败分子的惩处不仅要体现在法律制裁上，还要包括对其经济利益的追回和职位的撤销，以形成有效的威慑力。其次，必须推进制度改革，建立更加公平透明的官员选拔和任用机制。当前的选拔任用机制需要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调整，确保官员的任用完全基于其能力和表现，而非金钱和关系。要引入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以客观、公正的标准来评估官员的工作表现。通过完善招聘、考核和晋升制度，可以有效降低买官卖官的空间，使得官员的职业生涯与其实际能力和业绩紧密挂钩。此外，提高公众的参与度和监督意识也是改革的重要一环。通过加强信息公开，允许公众对官员的任用和调动过程进行监督，能够增强政府运作的透明度。公众的监督不仅能够揭示潜在的腐败行为，还能够促使政府部门更认真地对待其职责，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要通过各种渠道鼓励公众参与，形成全社会共同监督的局面，以增强反腐败的社会合力。